Hello， 我是全爸。終於來到了第4季的平衡更新了。老傷呢，我個人就直接總結，它就是一個 buff。那有沒有到大 buff 呢？應該是不至於啦，但是也不小。他改的一些東西，我覺得是感覺好像就是你方向給的很好，但是你卻只走了半步而已，沒有走得很完整啦。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好的開始，慢慢的應該會調整的越來越好。甚至有一些東西我已經在實戰 RK 中呢開始感受到了，哇，真的很棒！話不多說，開始吧。那在上一次的改版呢，老傷呢可以在虛弱的時候用 ODPP 磨人家的血。只是說有些角色還是可以雀反他。那這一次呢，在這條路上呢，走得更徹底。例如說，以前我們這樣打到呢，會是-17，現在只有-12。那換句話說，如果對手虛弱的時候呢，我們只要控制得好，這個尖端啊，都會在-7到-8，基本上沒有拳腳可以雀反的。那亞斯米的 SAE 呢，雖然是7伏，但是太短了，就只有少部分的一些角色，他們的大絕還是可以摸得到，例如說怪獸。那再來是凱爾，不過凱爾比較特別一點，就是他不一定可以全中，如果真的尖端的話呢，他只會掃到一下。然後順便還要提一下，就是龍雖然 SAE 現在也是一樣，沒辦法雀反了。可是如果他上了狀態，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，我們就會被打到。那這相關的資訊呢，當中有很感謝觀眾 ICR42Y 幫助了大部分的訊息啊，真的非常的感謝。首先呢，就是 PP。修正的內容上看起來呢，更容易可以連到連段，但是呢，它這個對輕攻擊來說還是一樣，你只要有點點的距離，第二下雖然它擴大了，可是呢，它趕不上輕攻擊的取消，所以是一樣的啦，你還是要很貼近。那在連段上面，它比較提高穩定性的是 3MP。那過往在逆打摔折的時候啊，因為大家會躲那個老傷的指令頭嘛，所以可能會後或跳。那在這種地方逆打摔的時候呢，會用 3MP。3MP 太尖端的時候呢，就有可能會變成這樣，就可能因為距離的關係啊，第一下會打不到，導致第二下就來不及了。那現在這樣的話是稍微會有點好轉了，你只要壓着錢啊，他現在第一下比較容易打中。只要不要延遲的太過分啊，都還可以。什麼叫延遲的太過分？就是真的太慢了，像這樣子，那就還是要沒辦法。那除了剛剛的那個插喉嚨的單發確認變得更穩定以外呢，還有什麼？普遍的老傷玩家有感的就是雀反，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有一些攻擊老傷他雀反其實是回饋很不好的，尤其是像下重角這種東西是最典型的。以春麗來說，如果今天這個春麗不是太過分的完全貼進來的話，像這場這個地方，因為它只有9伏，所以說你只能一個下中角或者站中手而已。因為站中手在尖端的時候，你只能打到一下，第二下會落空，所以都會發生這種事情。春麗他故意連踢，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的話，我也只能一個下中角。那下中角對春麗來講就是我只是被打了一個下中角而已，那沒事，對不對？那他就可以繼續抽獎，因為代價不大，過去就只能用綠衝，或者是直接 ODPP。當然，如果真的有資源的話，我們是可以用 SA2 啦。那這次的 PP 改動呢，就讓我們多了一個穩定的選項。所以這個幫助了雀反這件事情呢，我相信是不需要玩得多深入的老傷玩家應該都會受惠。而且你看，真的踢不到也沒事情，就不會發生說真的踢不到就你還白白瞎綠衝出去，浪費了資源。與其說這個是 buff， 我不如說這個就是把老傷應該給他的東西補完整。
要不然他每次都要花資源啊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。那所以同樣的狀況呢，在傑米身上也是成立的。過往在這個位置上面呢，我們也頂多一個站中角，因為距離就是尖端嘛。而且呢，站輕角還不一定會打到了，一定要壓着前哦，因為在原地的話，這邊其實是有時候就是會尷尬哦，這個距離真的很尷尬。所以過往有一些比較難去確反的東西呢，我們可以嘗試用輕腳，多了一些選項。所以這是這一季呢，我們可以多做的事情。那接下來是踩腳，踩腳呢主要改了4個地方。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受擊框呢內縮，之前就已經有點內縮了，现在再更內縮。實際狀況是怎麼樣呢？等一下我晚點會有一個範例。然後再來則是一個很重要的改動，就是它第一腳現在就可以取消招式了，也可以取消成綠衝。第三個改動則是視同下中腳一樣會有補正20%。過去的話，因為踩腳會不補正，所以說在帶到長連段的時候，累積起來的傷害會比下中腳連段還要高。現在呢沒有了，踩腳的傷害也變低了。這個改動也是很合理啦，因為現在第一腳就可以取消的話，等於老傷有自己的下段綠衝。如果以這個角度去想的話，哇，那確實是很大的 buff 哎。第4個改動就是過往呢老傷的 TC 很特別，是它可以打空氣。然後踩腳也是，可現在不行了。踩腳呢，你不能打空氣，沒辦法踩出第2腳來。你必須一定要碰到人，無論打刀或擋住，一定要碰到人才可以第2腳哦。然後2、3腳則是跟以前一樣，重點是第一腳一定要碰到人，後面才可以繼續按。那所以說，把這個東西呢放在剛剛可以取消綠衝這個上面，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試路了。老傷可以做一個試路，然後再配合剛剛講的第2個改動，它後縮，在不管猜拳或力回的時候，只要你控制好距離，這個東西變成了一個很特別的抽獎武器。不管是打心理戰，或者是就單純的你要抽獎哦，它都有它的作用在了。那我們這邊來模擬一個情境，雖然說龍的前重手已經改強了，但是呢，在場中的時候呢，它還是一樣不容易貼近到人的。我們以大概這樣的距離。哦，平常你在力回的時候遇到了龍的前重手，其實他要抓到人本來就不容易，他完全貼進来才可以直接抓。那這就導致他在場中大部分的時候呢，他這個前重手要抓人都要走一點路。但这個要走多少路，這就看他是什麼樣的距離打到人了。所以整體上來講呢，就看到了，其實後走可以處理很多事情。這個攻擊我們也可以無視。然後接着重頭戲來，因此龍很多時候呢，在場中如果他黏到人的時候，他會用下中腳來阻止我們後走。那我們已經解釋完這個情境了哦，所以說接下來就是踩腳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了。我們設置的2個動作就是他會走過來抓你，跟他會阻止我們後走這2個動作。那我不用說了，他如果走過來抓我們的時候，我們直接回他一個踩腳。一定就是等於可以踩他往前走嘛。那接下來重點啦，這個下段會發生什麼事呢？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的後縮有關係了。只要不是太近的情況下，都會發生這種事情哦。就是這個樣子，除非說今天是太貼近了，踢到後面的腳，那就沒辦法了。不然只要時機能夠搭得上啊。我們的前腳相當於忽然間消失了一樣，所以說在這個地方啊，你就可以選擇接連段了，或者在這邊直接偷個摔。那另外一種情境就是，一樣是我們進攻完一波哦，進攻擊這樣點完了以後拉開來，有些角色他的下段都會這樣直接壓回來。針對下段的部分啊。老傷本身又有一個膝蓋，這是過往比較常用的方法，就是用膝蓋去打一些喜歡點回來的玩家。
或者是喜歡用延遲攻擊壓回來的玩家，都會有一些奇效。哦，但是如果今天你在角落的話是很 OK 的，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是還蠻不錯的，真的，我也很常用。但是如果場中你在拆這個的話，就很怕遇到說對手是後走，因為畢竟我們是推遠的嘛，推遠的時候呢，你稍微對方後走一點，你的膝蓋就落空了。所以在場中呢，如果你遇到了後走，膝蓋就會很危險哦。基本上就是有準備好的，都會逮到這個時間把你給打插合回來。此時呢，我們就多了一個下踩腳這個選項，這樣子相對起來是安全很多。如果對手是選擇了後走的，那雖然說還是會有風險，就是對手會綠衝回來或用長攻擊壓回來，大概會像這樣。你硬要講的話，有可能啊，我們稍微按慢了就真的被打了。所以說還是會有風險在啦。那我們就利用踩腳一定要碰到才可以取消這個特性啊，做思路，類似像這個樣子，我們把後走跟直接下段放進來。做一個情境，就是我們用踩腳附帶一個綠衝，再是一個老上很特別的招式，24倍摔哦。它本來輸入指令是近距離的反轉腳，但我們知道反轉腳它是被距離給分成3招，如果你稍微有點距離的話，就會變成特快車。那導致24倍摔必須要很貼近才可以使用。那現在的話就是多了一個反轉重腳，被單獨拆出來，它可以直接使用這個近距離的24倍摔。那原本剛剛這個地方是會變成特快車，現在可以直接使用24倍摔，這個就會讓那個24倍摔多了使用的機會。不過呢，這邊要提一下，就是這個24倍摔它的傷害是不一樣的。舊版的24倍摔現在還是保留着齁，然後它的傷害是比較高的。而新版的話呢，傷害會降低。然後 OD 的話是跟以前一樣哦，沒有特別拉出來一個 OD 版本。那我個人覺得，如果這個近距離的 OD 被摔啊，如果將來也可以單獨拆出來的話，也不錯啊。那這個地方可以用在哪裡呢？基本上可以知道，就是它跟頭錘的距離是剛剛好的。以前這個頭錘這個距離，如果你想要用24倍摔的話，就會變成特快車。那現在呢，頭錘呢，只要打的話，反轉重腳會剛剛好。但是如果平時呢直接用的话，中間是有空隙可以被搶點的，所以可以搭配綠衝頭錘，對方就點不出來，就像這樣。所以說這個東西就不需要用體感的，基本上只要打完以後直接轉，就是一個強者。這樣的好處之一是它可以很好的掩護雙頭錘，對手就真的壓力會變大。那它的雙面刃就是它會強制換邊，所以說雖然說這一波攻勢是有利的，但如果沒有拿到的話呢，就發生這種事情，那就會突然間情況急轉直下。這個東西呢，在實戰上是真的很好用。只是角落的這個問題呢，就由玩家來自己評估看看要不要咯。那再來一個情況就是在角落的時候，如果我們終於點到人，然後綠衝出去的話，我們可以用後摔嘛，或者說就是直接衝到對方面前用反轉腳。那這邊要講一下這個反轉腳啊，在舊版本啊，因為吃距離的關係，如果我們太早用的話，
都會變成普通的特快車。那如果剛好遇到對方就是做的是解摔的行為的話，我們這個不小心噴出來的特快車就被摔了。那甚至我們故意要跑到他面前再用特快車，也會因為太慢了，然後就被他摔回来。因此啊，現在能夠直接使用這個普通的話就有好處，就是我們可以提早轉。新的這個反轉重腳呢，不会变成特快車。這邊故意用第一時間讓大家理解哦。如果今天是第一時間使用，會變特快車。但如果我第一時間使用的是反轉重腳的話，就會是這樣的差別。所以這個反轉重腳啊，我覺得在角落上應該對老傷很有幫助。那以上呢，就是這次改版呢對於老傷的 buff， 我覺得在實戰中影響的地方，大家參考看看，也歡迎大家一起交流。可以在底下留言呢，把你的想法跟心得，然後告訴我。那如果影片你覺得還不錯的話，請幫我按讚分享吧。拜拜。影片結束嘍，謝謝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還喜歡，下次見嘍。